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节目主持马老师，欢迎马老师；华谊嘉兴的副总裁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我比他大3岁，一开始我很担心我们的年龄不合适，坚决不同意跟他交往。但是他在我面前发过很多誓，说他家人根本就不在乎我比他大，结果我就这样上当。他父母其实特别不接受我，我现在都30了，我就这样被他骗走了2年的青春。我觉得我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父母的反对，而是他被我宠的脾气越来越差，他现在总跟我无理取闹，让我特别受不了。我们要是总这么3天2头的吵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段感情。听的这里事儿还特别的多，一会儿又是父母，一会儿又是暧昧的对象，一会儿又是信任不信任。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27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郑30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文员。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是谁要来我们这儿的？我要过来的。来干嘛？就是想要个说法，他骗了我2年。我怎么骗你了？你说你怎么骗我啊？一开始追我的时候好好的，又要结婚又要娶我，但是现在呢，你根本就结婚根本不是1天2天的事儿，你非得这么着急催着我干嘛？你说我都这么大了，但是你当时答应我的时候不是娶我的吗？我也没有说我不娶你啊。那你怎么不带我去你见你父母呢？我后来不是带你去了吗？见你父是为什么见你父母啊？还不是因为我一直都追。主持人您不知道，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吧，我就知道。我就特别就想那个见他父母嘛。我问吧啊，你们要这么说呀，我更糊涂了。认识了2年多是吧？刚才那一场，差不多，算谈2年多恋爱对吧？这上面资料上面，您今年30，他27，怎么认识的？是在一个群里，就是群里聚会。我们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认识的啊。然后呢？当时群里边是有一个聚会，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我就挺喜欢他了啊。但是当时也没有机会去聊天然后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第2次群聚会的时候，我再看见他，就有另一个男生也在追他了，我心里就挺不是滋味，然后我就向他表白了啊，他就同意了。当时他没同意，后来我就对他。我天天晚上去接他下班，他那时候上夜班的时候，晚上下班要很晚，我天天晚上去接他，然后又对他，反正当时也挺好的，然后后来他就同意了。我们一开始并不同意，因为我也想着他比我小，我家里边条件又特别不好，我也是怕他父母反对，所以呢，我就是一开始是不同意。当然，他向我发誓说，我比他大没问题，而且说我家里边穷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即使。就是他父母反对，他也是完全就替我说话，就也是非常想娶我的。但是现在根本就不是，现在都已经2年，你说他压根就不提结婚这个事儿。这不才2年吗？着急结什么婚呢？我们俩又处这么长时间，然后他又想娶我，大家处的都挺好，那就结呗。反正也是想结，又不是说平时就这么处着。不是你想结还是你们俩都想结？我想结。那结那本来不是俩人的事儿吗？他对我他总是这么着急。你对我，
你对我这么好，你又不是对我不好，那就结呗，有什么不能结的呀？那就然后呢？因为之前就说见他父母嘛，然后我就一直催着他，他每次都是特别搪塞我。后来不带你去了吗？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行，这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啊，可以翻篇了。还有其他的事儿吗，姑娘？还有就是他特别过分，都不拿我这个女朋友放在眼里啊。他竟然在微信里跟他的一个前女友，还有一个追他女生聊天。他要再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他就根本就没拿我当女朋友啊！他如果拿我当女朋友，他能去相亲吗？对呀。那天就是穿的特别帅，我还问他，我说你跟我今天有事儿，我说你什么事？跟朋友？你跟朋友？你还穿这样？然后我就给他朋友打电话，他朋友也就没在我这儿啊。我当时不是。你还有什么狡辩？你就是不想娶我，你就是不想娶我。不，他有权利不娶你吗，姑娘？我就问一句啊。但是他之前跟我，他有没有权利不娶你？我知道他有没有权利不娶你？有，但是他当时追我的时候，您不知道，主任，当时追我的时候，他得有多死皮赖脸的追。行，现在就说娶我，现在又根本不提这事儿，他就是骗我嘛，不等于骗了我2年吗？我又不是说脾气天天越来越大，我又不是说特别小，对，我又特别小，我说跟你处。那你说他骗了你2年的话，这事儿怎么解决呢？假设这就是个骗子，你想怎么解决？但是他对我又挺好的呀。哎呦，他又对你挺好的，哎呀，这可难办了啊！你怎么个意思啊？结还是不结？结婚可以，但是他得先改改他的脾气。结还是不结？别给我来条件。暂时不结。你不还是不想娶我吗你？我再问，以后结不结？结。是结你也不是想。对。傻吧？我这帮你说话。你这辈子确定要娶她了？对。非她不娶了是吗？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他得先改一下他的脾气。怎么改呢？我这样还不是因为你私办的事儿又骗我又怎么样，然后又去相亲又这些，然后你又根本就不拿我家里人当回事儿。那这种男人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不是我爸过生日那次吗？我还寻思把他带去嘛，也让我爸我妈就是特别高兴。你看挺重视我家里人的。路上，我没听出来你哪儿喜欢他呀？其实他平时对我也挺好的。哎呦，姑娘，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们了。来，一起听听老师的吧。进入丘比特问卷。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不是接不接的问题，是2个家庭在。男孩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在跟他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动摇过？有过。实话。否则你不可能相亲去，否则你不可能穿得很帅相亲去。为什么会动摇？是因为他的问题，还是因为父母？他脾气太不好了。听见了吗，女孩？你越想争的，你不觉得你越在做相反的事情吗？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当你去到对方父母家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对你的认知是第一次、初次。你一定不会说出那些话，要结婚的。搁谁看的话，我们要是父母一定会吓坏了。你把自己啊陷在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你不够看重自己的话，对方怎么能够看重你呢？一次又一次的逼婚，虽然是他说出了一些承诺，但是父母那边是不知道的。而且你要了解他，他其实主见性是很差的。但凡你这推点儿，那边拉点儿，他就偏了。所以你呢，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让自己的地位抬高，不要这么求人家去结婚，心不甘情不愿的结婚有意义吗？甭管当时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对方做过什么样的海誓山盟，但是在一起发现对方不合适，一样是可以分的，不一定非得结婚，否则你不会幸福。但就你们2个人而言呢，我觉得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再增加点主见的话，你们俩还是很合适的。因为你是一个好姑娘，同时你们俩又是我感觉哈是真心相爱的，就这样。好，谢谢曲老师。你今天又许下承诺了是吧？明年一定娶她。几月份？这个2家再商量。
那你父母如果执意不同意呢？我会说服他们。你有多少成的把握可以说服你的父母？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嘛，你说呢？我老说那句话，不轻诺，故我不负人；不信诺，故人不负我。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你就不会辜负他；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的承诺，他就不会辜负你。更何况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自己做不了自己主的人，都是他父母来做他的主的人，你怎么还会相信承诺呢？所以今天咱们都不要谈承诺的事儿，你不要轻易的许下说明年结婚，你也不要轻易的逼婚说你一定要娶我，彼此都尊重自己和尊重对方一些。结婚是成人的事儿，是有独立人格的一件事儿，不要最后变成了好像避债一样。你娶不娶我？你要改我就娶你。你们俩是在谈交易吗？没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待会儿黄金60秒的时候，说说以前的事儿，不要去说所谓的结婚的事儿。你们可能之间如果要处的话，还得好好的了解一阵子。就这样。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到底什么叫聪明？在我解读是，需要有生活的智慧。你看你们这个为什么别扭？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在理上。有姑娘自己逼婚的吗？上杆子不是买卖。你也一样，爱就是爱，不爱了就说不爱了，不娶了就说不娶了，别拖着人家。别再骗人，也别再骗己了。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请回。来，请关门。关注一下他们吧。
了小孩以后，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但是从那以后，他就完全变了。我没有变，他总是拿工作当借口不陪我，天天在外面逍遥自在的，跟别的女的关系不清不楚的，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了？他想方设法跟我绑在一起工作，其实就是为了监督我。我现在的工作被他弄得一团糟，我已经很累了，我该怎么办？哦，一对已婚的夫妻，婚姻出现了危机，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王32岁，来自湖南，摄影师；女嘉宾小欢30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化妆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好像有孩子了是吧？对，孩子多大？孩子快2岁了。你们俩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化妆师是吧？是的。应该是在活动里或者在公司里认识的，是哪一种活动？谁主动的？肯定是我，追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的怎么不好好珍惜呢？是这样的，她自从她怀孕以后，有点性情大变，开始越来越暴躁，然后最近她做事就越来越过分了，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心情暴躁也是因为你每天都找不到人，一天到晚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宝宝都是我带，一天到晚把屎把尿的。他晚上醒几轮，我叫醒几轮，每天休息都休息不好。你爸妈也都不帮一下，你也不帮一下，你每天都不着家，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在做些什么。我知道你是很不容易那个宝宝，因为我们的宝宝要的特别不容易。我们就是结婚以后，然后他发生了一个意外他意外宫外孕了。宫外孕伤害挺大的。对，因为那时候大出血了有生命危险了。宫外孕是比较厉害。对，大出血了嘛，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他说你以后可能怀孕的机会的话已经很低了。那个时候的话，我自己也都很难过，很无助，这对我来说打击是很大。然后他父母又经常会怂恿他，当着我们那怂恿他说，这如果不能怀孕的话，你们肯定得离婚。那时候我们才结婚2个多月，就叫我们离婚。哦，你等于新婚2个月就发现宫外孕，对，然后他的父母就撺掇着儿子跟你离婚，对。站在我父母角度说嘛，因为我家里独子他们那时候特别着急要孩子，可以。然后我妻子那个时候，她从手术台推出来的时候，医生跟她说完这个事，我发现她在流泪了嘛。然后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肯定不会离开她的。你那时候也都坚持下来了，没有离开我，一直都陪在我身边，这个事儿我确实都很感动。那在常理来说，这就算遇到过大风大浪了，对吧？对。那接下来又有孩子，对你和他，甚至他的家人来说，不是件挺美满的事儿吗？好好过日子不就行了吗？但是他就是自从怀孕以后，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有一次我在外面做事是吧？然后我就接到他一个电话，他就说：“哎，我刚打了个喷嚏，然后你赶快回来陪我。”我在想，我在这边做事，难道我们这种情况好不容易才有了宝宝？难道这种事儿你不应该先回来陪我先吗？为了要这个小孩，我每天都吃各种的激素药，一吃一大把的，每天中药，1天2碗，连续持续下来就是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有了我们的宝宝。他做试管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刚宫外孕大出血，就隔了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其实他真的特别不容易。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他觉得就是一个家庭，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没有小孩的话，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他是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婚姻，对，所以他很着急的要做母亲。而且他那个时候因为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他大概失血2000 cc， 失血400 cc 就有生命危险他等于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然后马上去做这个手术，他等于是说在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另一个生命在这边。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是很感动，孩子也有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所以你会觉得他变化了，是吧？他觉得我变了。其实他怀孕之前吧，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他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其实我现在还是什么样。但是在他眼里看来，我现在就好像就是因为我摄影师嘛，经常拍女模特，他觉得我跟每个女模特都好像都怎么样了。难道不是吗？有一次你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过去送东西给你，把门一推开，那女模特穿那么一点点衣服，在那勾肩搭背的，你让我怎么想？我没有勾肩搭背，好不好？这是我拍完了，别人过来看看照片。有一次他还拿回来一个手机，那手机上面全部都贴满了钻，
不灵不灵的，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的手机。我那时候不是手机坏掉了吗？然后正好那个模特他有一个备用机，我就先拿回来，我先用着呗。好，结果他一进门，他问也不问，直接把手机给我抢过去，吧唧给我摔地上，搞得我现在就是自己得买一台，然后我还得赔台给别人。之后他就是，还要我去给那些女模特去群发短信，他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了，请你们自重，不要再骚扰我。你觉得这种东西我能发给别人吗？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已经有老婆了，你不敢发的话，你肯定就是有什么原因呢？他们都只是我的一些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然后他平白无故接到一种这种短信，他觉得我神经还是怎么回事？你会，哎，你有没有检讨一下？是不是你觉得太冷漠了？在你孕期的时候，他关心你吗？孕期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就是说工作忙。别人一打电话给他，他就也可以出去玩去了。我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才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现在反而这样子，我心里肯定很不舒服。现在孩子谁在带？基本上是我在带。啊，他在带是吧？对。不是啊，他有时候他会把孩子都给我父母。你就像有一次他跟我父母说，我最近感冒了，你就帮我带下孩子是吧？然后大概20多天以后，他就跟我父母说，我在外面已经开始找活了。这个孩子你就一直帮我带着，我父母就会觉得带孩子确实没有问题，你跟我好好说，你不能骗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我跟他们也没法沟通，跟他们沟通的话，他们肯定也不会让我出去工作。我刚才看那个小片的时候说，他现在又跟你一起工作，你没法工作了。他就是想方设法要跟我搞在一起，有些活一起工作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活就是就是我客户安排了化妆师，他没事他也要跑过来，你站边上帮我也行是吧？然后他还边上指指点点的，哎，你这个模特怎么这么，就是这也都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我心里才会这样。我做了什么？你现在没有一点安全感。我把事情做完了，我还要去给他们去赔礼道歉。我是希望你可以在后面帮我一把，然后你现在不帮忙反而还添乱，好吧？你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是产后忧郁，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周期是不是太长了？该结束了是不是？特别没安全感吧？本来我们也是我自己这么努力才把这个关系维持下来，现在他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没有一点安全感。他怎么做你会觉得你有安全感呢？我也希望他多点时间可以陪我。但是我这不可能啊，就是因为他做试管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是吧？然后我们之前基本上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然后当时马上面临小孩就要出生了，放在眼前就是奶粉啊、尿不湿啊，可能还请个月嫂，又有一大笔费用。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肯定希望我的小孩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有什么，我小孩也有什么，对不对？就是我必须去拼命的外面挣钱，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就不管那个是什么活，我都会尽量去多接一些。现在也要，就是因为小孩这个时候他花费其实也很大，我还得继续就是保持像这种状态啊。很忙对吧？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在忙的时候关心呢？其实我觉得你觉得你关心他吗？可能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多吧，可能。反正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他父母都那样子反对，他也都一直陪着我，然后我想出去做什么，他都会陪着我。现在就一天到晚说工作忙。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摄影这种工作，它这样，它不是光拍完就完事儿了。我回家还有就是做后期，等于说我还有家庭作业，这都是需要就是大量的时间去弄这些东西。你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不需要吗？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压力嘛，很多活我可以不要，我可以不接。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大小通吃了，可能要。就是说你现在连跟他说话的时间也没有是吗？其实也没有，就是他有时候，因为他有点神经兮兮的，就是我宁愿出去应酬一下，可以躲着一点，躲点清静。现在说的是实话，对，没那么忙，有时候是躲他，对吧？有。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越躲他越麻烦？可能是吧。这家你还要吗？我当然要了，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都不会想放弃这个家，尤其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孩以后，不想放弃家。我肯定现在是更加努力的要维护我们这个家。好，那就选择一下吧。老婆现在觉得日子可以过得苦一点，但是希望你多点时间陪她，能做吗？这个我可以尽量做到。能。你能理解他那种感受吗？你先说。我可以理解到，但是真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又控制不住，觉得他好烦，对不对？对。所以怎么办呢？其实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这还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时期。
他们又有过那么一段特殊的经历，所以这个家庭面临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冲击。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挺能理解这个姑娘的，也许她的一些行为超过了你知道你的老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我觉得可能就是产前或产后忧郁吧，可能是。哎，或许是，就比如说，情绪很容易低落，对，自信心不足，包括对生活失去信心。是。而围绕这所有的，其实他的生活就是你啊。其实就是比如说现在疑神疑鬼啊，原先都没事的状况，在他现在看来就放大呀，就猜疑呀。你要去理解。但是你没有，你可能是在毛于说现在的经济压力大，我是要去挣钱的，甚至于你对他这种表现觉得有点反感。你刚才有说不是没有时间跟他沟通，而是说想躲避、逃避这种状态，这都是你没有做到一个尽职丈夫的一个责任。多跟他聊天疏导，你多一些耐心，拿出当时你们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多想想他为这个家付出的那些，你就会去帮他做很多的事情。之前在我们看这个资料的时候，编导就跟我们说，这个妈妈非常不容易。是的，如果我们跟她都不认识人都有这种感受的话，你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不能多为她做一做呢？甚至于在现阶段你多受点委屈又怎么了呢？因为你所有的付出一定有回报，你们家庭会很幸福的，好吗？好的，好，谢谢曲总。我主要的话对女生说，这人呢真的是很奇怪，当你没什么的时候，你总是怕别人没有什么图你的，当你有什么的时候，又生怕别人图你点什么。你以前很愧疚，总想给他生一个，但是因为你愧疚，他反而更爱你。你现在有了孩子，你去对他挑三拣四。我有一点特别弄不明白，你总觉得他在外面会有别的女人，但当你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你提出的离婚，他也没有跟你离呀。倒相反，现在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已经圆满了，你开始犯毛病了。按道理来说，上天够眷顾你的了，你已经有孩子了，和他父母之前攻击你生不出孩子的那些语言比起来，这是多大的幸运呢？你应该多开心啊！你怎么现在反而愁眉苦脸呢？是，试管婴儿很痛苦，但恰恰是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些痛苦，经过了最开始的失落，
你现在有了孩子嘛，你多幸福啊，反而还要折腾，为什么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干脆不要让你有这个孩子，让你回归到过去的愧疚，反而他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可以天天陪伴你，就像你现在所要求的一样。你愿意选择以前的生活吗？愿意。那不就是了吗？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原来残缺的，现在完整了。一切不都挺好吗？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变心，现在一家三口圆满了。工作压力大了，少了一些陪伴，不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人呢，就是不好的时候想好，好的时候想更好，不要太贪心了。就这样。我还想再帮你极致一下，老公和孩子选谁？如果一定选一个，老公啊，选谁啊？老公，这就恰恰说明问题了，这就是他所有问题的一个来源。他玩命要一个孩子，不是他认知有一个孩子我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他是认为说我有这个孩子，我可以留住这个男人。你的世界其实他是最重的，对吧？对不对？所以你想，如果她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发自内心的，我自己想要孩子，我去遭这个罪，她就会出现涂老师说的那个，上天眷顾我，我会非常的珍惜，我的关注度一定是在宝宝身上，而不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所以她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母亲，就是孩子那么小的母亲，我选她，我不选孩子。从一个侧面来说，她整个生育的苦难，内心的创伤得有多大？想过吗？没想过。你就想想吧，真的不容易。这个女生，她内心是有创伤的，你得用你的爱把她重新暖回来，好吗？好的。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其实我这段时间不在家，其实我真的是在外面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而且你像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分开。我是怎么想的，你应该会知道。你真的不用孩子来绑住我，我不用你绑的，真的。那你工作完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多陪陪我，多跟我聊聊天。一定，以后那些活价钱不高的我就不接了。反正我把时间都留给你跟孩子吧，我们有时间一起出去旅游啊，出去散散心吧。我估计你现在可能在闷太久了，可能也是。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这个女性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希望说今天老师们的话能够给他们一些启悟，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怎样用自己的方式来把自己内心的爱传递给对方。请开门。还不跑过去？来，站在这儿。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你今天这个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好啊！因为我下面的话是，各位和他合作的女模特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见证他跟他老婆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你看他老婆乐的。老婆，你现在放心了吗？川哥已经帮我这样说了，他们以后不会跟我怎么样了，真的。啊，亲亲，让他们看看，嫉妒，亲亲。有亲亲嘛？要保湿易背湿，补水啊，有自信啊。补了水我拍他以后。哦，拍你老婆啊？对。回去吧，甜甜蜜这边走。祝他们幸福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涂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
女友因为家里不同意，一气之下跟别人相亲闪婚了。可是我俩还是真心相爱，我到现在也没有娶媳妇儿，她也还爱着我，她老公也爱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乱哦。你最后一句话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从头到尾你啥也没办，倒是你女朋友说办就办，把自己办给了别人。所以说，其实你们俩本来应该办在一起，现在最苦的是你女朋友的现任丈夫。现在只有让你的女朋友自己做出决定，除了不干涉他人的婚姻之外，你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